一个人的野外生存究竟能过得怎样呢？是学着德爷3天饿9顿，亦或者餐餐大鱼大肉，仅凭一些基本的求生工具，能否在原始森林中打造一处丰衣足食的世外桃源呢？本次系列的主人公名叫熊哥，一个地地道道的越南人。他将携带必要的求生物品，在原始森林中打造一处畜牧成群、瓜果自足的私人农庄，并以此长期居住下去。那么这一切是否可以做到呢？一处带有斜坡的森林小路，背靠的几棵大树，为熊哥搭建房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，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最为强力的地基支撑，而用树干捆扎而成的基底，也足以承受上层更多的建筑。切割出长短相同的毛竹，紧密的排列和固定，就是一处宽阔的平台，足够宽大的空间和悬空式的设置。晚上睡在这里，不但通风透气，并且也能远离地面昆虫的骚扰。不过这些基本的操作虽然看似简单，但其实也是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，而刚好旁边的竹林可以提供出鲜嫩的竹笋。纯正的大自然风味，可不是菜市场中的可以比拟的。顺流而下的山泉已通过竹筒引流至屋前，所以充足的淡水资源完全不用担心。简单的清洗，竹笋被分割成4瓣，而竹筒则可以成为自己的天然灶具，只需要半个小时的蒸煮。山泉水的沸腾已彻底激发出了笋条的鲜嫩，铺上硕大的芭蕉叶当作餐盘，再清洗干净刚刚摘取的野生无花果，当作饭后的甜点。虽然熊哥总是让人感觉沉默寡言，然而他对于品质生活的追求却是可圈可点。要知道，他并不是为了求生，而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好的生存。吃饱又喝足，自己之前设置下的陷阱也该去查看了。一只灵鸟还依然活蹦乱跳，看来陷阱应该是刚刚触发不久。丝线制作而成的项圈已牢牢地拴住了小鸟的爪子，可是它看上去太小了，与其费力地将其处理干净烤着吃，还不如直接放回大自然。他的目标可不是小小鸟，而不远处自己设下的第2处陷阱，也同样是迎来了收获。这是另外一个品种的灵鸟，凌厉地眼神仿佛也在求饶。熊哥仿佛也是读懂了小鸟的心思，将它放在了手心，任其自由地翱翔。这2只猎物都不是自己想要的，只要自己拥有足够的技术，往后狩猎的机会还有很多。房屋的搭建还需要继续的完成，劈砍来一些大小合适的树干，携带的手工具可以为自己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体力消耗。屋顶和边柱都已搭建完毕了，取用毛竹最外层的竹片，它们可以作为很好的捆扎材料，毕竟所有的连接处都还需要完整的固定。最后再取出可以防雨的雨布，两侧都覆盖上刚好的尺寸，大致的造型已经确定完毕，只剩下墙壁的搭建了。不远处的竹林刚好可以提供搭建房屋四周的材料，不过想要真正的运输，却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的简单。崎岖落差的山路以及遍布的灌木丛，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会摔断他的双脚。2个多小时的材料准备和搭建，四周的墙壁也终于是很好的完成了。最后再来上几片硕大的芭蕉叶，作为休息的铺垫。而对于屋顶的遮阴，也只是需要简单的铺设，上几片就即可解决。至此能够提供休息的空间已经全部完工。而对于需要长期居住的熊哥来说，精致小屋的面前，当然也是需要精心的打理一番。经流水冲击而成的沉积岩本身就是一处难得的景观，熊哥通过铲子的扣缝来彻底的疏通好表面的水道，这样可以让其规则的流淌。如此的处理，也一下子就让其有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桃源意境。然而这样的一切，熊哥依然还是不够满足。自上而下的水流白白的流到地面，终究是一种浪费。他还可以为自己创造出更有用的价值。一根长度刚好的竹筒，在一端对应的开凿出相互贯通的孔洞，大小刚好的竹签依次的从中穿过，而两两相邻的一组，捆绑上几片横向的竹签，转眼就可变成规则的风扇。水流的下方搭建上用于固定的支架。一个水流风车永动机虽然看似简单，但却让整个环境都有了烟火的气息，并且它还即将会具有更加现实的作用。你能想到是什么吗？当一切完工，时间已快到了傍晚，要赶紧的做上几个狩猎的陷阱，饿肚子的问题还需要得到解决。完全用竹筒做成的陷阱，对于荒野求生比较熟悉的老铁们应该都知道，只不过熊哥做的则是更加的清爽一些。长长的利臂所能提供的弹力，足以将小型的啮齿动物杀死，而它们也就将成为自己饭桌上的美食。枯叶遍地的斜坡，通道纵横交错的灌木，是很多野生山鼠常常经过的地方。在这里设置上陷阱，将会有很大的几率将其擒获。2处的陷阱已经设置完毕，然而效果会如何呢？还有那个刚刚建好的水流风车，又会有什么妙用呢？试着猜想一下吧。你梦想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是一张舒适的躺椅，配备着山泉，催动水车制作而成的清凉风扇，还是自己制作陷阱狩猎到野生的山鼠，然后来上一顿正宗的野外烧烤呢？又或者是没有房贷车贷的自由生活呢？熊哥没有这样的烦恼，又或者是放弃了这样的烦恼，
才选择去到原始森林中，打造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刚从睡梦中醒来，潺潺的溪流声伴随着他度过了丛林中的第一夜。穿上老解放牌的胶鞋，他要去查看昨日设下的捕鼠陷阱。第一处的陷阱已经触发，一只黑灰色的野生山鼠已经被竹片死死地卡住了脖颈，只是窒息而亡，好像也并没有惨烈的挣扎。超过手掌大小的体型将会为自己提供出大量的体力补充，重新的将陷阱设置好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说不定还会有其他的收获。而此时不远处的第二处陷阱也同样是有了收获，并且这一只的体型更大，就连看上去也是足够的新鲜。两处的陷阱应该都是昨天的夜里出发的，有了这样的两只山鼠，几乎一天的食物问题都不用发愁。正式的烹饪，找来随处可寻的枯木用作烧制的柴火，房屋底层的硕大空间刚好可以成为天然的厨房，并且还不用担心下雨。升上火堆，山泉旁的仔细清理，没了体毛的山鼠胖乎乎的，这可全都是上好的动物蛋白质。不过熊哥精心制作的烤架也算是对得起兄弟二人的最后存在。准备工作都已处理完毕，此时的炭火也刚好成型。没了火苗的火堆，仅只依靠高温的烘烤，才可以让山鼠的肉质更加的鲜嫩，并且还不会有焦糊的感觉。1个多小时的耐心烘焙，如此烤制出来的山鼠，是不是看上去容易接受多了？少了几分狰狞的同时，还增添了几分食欲。我相信很多老铁应该都可以吃得下去了吧？大大的撕下一块，肉质的鲜嫩清晰可见，慢慢的品尝。这是熊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顿野味烧烤，吃也吃饱了，也该出力气了。庄园的打造还需要一步一步的进行，粗细刚好的小树从根部砍断，足够的材料才能满足自己将要进行的搭建。然而就在回去的途中，却无意的发现了晚餐的着落。一只躲藏在石缝下的山蟹，年纪轻轻就遭遇到了如此的变故，希望下辈子不要躲藏的这么的明显了吧。材料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全部的切割成理想的长度。一个坚固的躺椅框架已矗立于山泉水的侧旁，比划好靠背的长度，测量好椅面的宽度。携带而来的手工具也是一刻都没有停下。2个多小时的设计与操作，一个酷似爷爷在我们小的时候制作而成的躺椅就已大致的完成，精细的捆扎，完美的固定，无论是弧度的把控还是长度的掌握都已做到最佳。然而看着身旁不停转动的风车，熊哥又突然有了更好的主意，在一端对应的开凿出2个贯通的孔洞，镶嵌上大小刚好的竹签，从中间劈开一道裂缝，找来4面大小刚好的树叶，顺时针的斜方固定。这不刚好就是家里电风扇的扇叶吗？重新的将风车安放，水流的快速冲击完全可以让其非常良好的运转。如此沁人心脾的自然风将会给熊哥带来更好的享受。躺在竹椅上，悠闲地倾听着大自然的声音，以后的每一个午觉都将会十足的惬意。然而正午的天气还是太过于炎热，仅只依靠一个自然转动的风扇还是不足以提供更好的清凉。熊哥还将继续的改造，双脚的前方2根支撑的竹竿夯入地面，相同的高度切割出用于搭载的裂缝，准备一条较长的毛竹，在比对好的距离处再次的开凿出贯通的孔洞，一根足以承受得住重量和可自由旋转的树枝贯穿其中，完美的组装，优秀的前后重量的衡量，一个水锤的机关就已大致的成型。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做一个水锤做什么呢？当然不是，奇思妙想才刚刚开始。一根长长的毛竹从竹节处贯通，重新开凿出的第2处的出水点，通过调整让山泉的落点刚好对准下方毛竹的缺口，利用泉水本身的重量就可以让水锤重复的上下摆动。最为关键的一步来了，砍下一片硕大的芭蕉叶，将其固定在水锤的末端，一个犹如古代君王般享受的泉水动力风扇就已完成。熊哥这个老六还真是有2把刷子，简单的一处自然流淌的山泉，竟然被他玩出了这么多的花样，这才是自由的味道，是没有房贷车贷的压力下真正美好的生活。金黄色的天然蜂蜜你吃过吗？隐藏于巨石的缝隙之中，没有采用火攻，而是仅用了树叶就将蜂群驱离。你又知道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吗？新一天的到来，随着居住问题的解决，熊哥也是时候去详细的探索一下周边的资源了。毕竟食物的问题还需要得到持续的补充。一处巨石中间的缝隙，他好像是发现了极好的东西。一个蜂群将巢穴筑在了这里，天然的石壁作为防御的堡垒，它们几乎可以抵御任何的天敌。这也将意味着它们的蜂巢一定很大。然而他们却唯独没有预料到熊哥的存在。纯天然的蜂蜜和蜂巢可是绝对的上等佳品，它所蕴含的能量远远超过自己狩猎的任何猎物。然而想要获得野外的蜂蜜，就必须要躲开蜂群的攻击。不过这并不容易，毕竟蜂群全都躲藏在石缝之中，想要使用火攻根本无法操作。熊哥必须另寻他法，转身仔细寻找。这是一种带有刺激性气味的植物，通过不断的揉捏枝叶，可以将这种味道扩大，而它就将是自己战胜蜂群的武器，将其封堵在巢穴的上方。枝叶本身所蕴含的气味可以逐渐的蔓延到石缝之中，而它的效果就是可以将蜂群慢慢的驱散。不过这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。
半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此时树叶的效果也已经完全的发挥，现在的蜂群已经退缩到了缝隙的最深处。然而想要从这么窄的空隙中摘取蜂巢，那还需要挺长时间的操作。为了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，熊哥还需要不停的吹起来，将树叶的气味扩散到更深的位置。已经差不多了，先提前准备好用于盛放蜂蜜的树叶，现在构筑于石缝之中的蜂巢已经清晰可见，周边也已没了蜂群的驻守。劈砍一根带有分叉的树枝，熊哥要一块一块的将蜂巢拉出石缝。第一块已经成功，个头也很大，这金黄的颜色看起来真是诱人。看看这纯天然的蜂蜜，仅仅只是简单的抬起，粘稠顺滑的蜂蜜就已经不停的往下直流。半个多小时的耐心采集，虽然不知道石缝中还藏有多大的蜂巢，但是自己勾出来的这些却已经足够自己食用了。看看这满满的一大堆，不过大家也无需担心蜂群，它们并没有被杀死，依然还是会重新的搭建起新的巢穴，尽量的远离蜂群。熊哥要开始享用这大自然的馈赠了，轻轻的咬上一口，浓醇的香甜已瞬间充满整个口腔，这种感觉应该就是从头甜到脚趾头的真实写照吧。那么问题也就来了，熊哥用来驱散蜂群的植物到底是什么呢？有知道的老铁可以在评论区告知一下。完美的一天结束了，也意味着新一天的到来。如此之大的森林探索，当然还需要循序渐进。一条自山顶而下的泉水溪流，沿着水流的方向逆流而上。熊哥找寻到了一处拥有积水的平台，别看水潭的面积不大，但是熊哥却发现里面竟有鱼还生活其中，将其捕获自己又可以大饱口福了。劈砍上一根毛竹，将一头全部的分割成竹签，额外的修整出一段短节，将其塞入到竹筒的最底部，最后再将竹签削尖，一个最为简易的鱼叉就可完成。别看这水塘不大，但是长期水流的冲击看起来还是比较深的，仅仅想要用手捕捉还是太过于浪费时间。看准位置用力的一插，稍有浑浊的泉水还是让溪鱼逃脱了，毕竟插鱼也是个技术活。再次的找准时机，嘘的一下，锋利的竹签已将溪鱼的身体贯通。这是一条山泉水中长大的鲶鱼，能够有如此的体型已经算不小了，然而只是一条，是肯定不够填饱自己的肚子的。熊哥继续的摸索，果然还有第二条，只不过小家伙却游到了上一处的水塘，用石头堵住流水的方向，这样可以缩小它的活动范围。熊哥多次的尝试用手捕获，然而逐渐混沌的水质却是让自己无法持续的锁定目标，看来还是用鱼叉最为靠谱。多次的用力穿刺，终于是抓住了。它和上一条鱼的体型相当，这下就一共是2条了，也是基本可以满足身体所需的能量。山坡上升起火堆，简单的清理干净内脏，一条一条的穿刺，在已经削尖了的竹片上，半个多小时的文火烤制，鲜嫩的鱼肉终于可以大饱口福了。还真别说，熊哥荒野烤制的功力真的很高，无论是山薯还是这溪鱼鲜嫩的肉质，不用亲自的品尝就已看得清清楚楚。那么如此方法制作出来的烤鱼，有尝试过的老铁吗？真的有熊哥吃起来的这么香吗？精准的弹弓技术一击毙命，连续捕捉的3只野鸟，你看看究竟有多行？最大的这只又是不是我们平时所见的鸽子？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还在持续的探索。越南的原始森林中有太多可利用的资源，这种纯野生的无花果，鲜嫩的果肉润滑爽口，丰富的维生素含量，充足的摄入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，这在荒野的求生中同样的重要。毕竟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如果出现了身体不适，就很有可能会是致命的。继续的搜寻另一种拥有着宽大树叶的植物，它所生长出来的果实虽然不大，但是内在的果肉却是有微酸的口感，这是在感觉到口渴时很有效的解决方法。而不远处，这种长得很像葡萄一样的果实，它却可在无意中之引出另外一种物种，在此处的盛行。树杈上堆积了很多被啃食的残留，地面上也零散分布着食用过的残渣，这些全部都是松鼠所为，这也足以反映出这片森林中的物种丰富，并且它们也很有可能会是自己以后进行狩猎的目标。低头弯腰的仔细寻找，低矮的灌木丛中也往往可以找寻到很多细微的线索。一处被刨挖开的地面，看来这里也肯定是有野鸡的出没。就在熊哥想要继续前进的时候，偶然的一个转头，却是让自己有了更加惊喜的发现。一个构筑于杂草之间的野鸡鸡窝，里面还有3个尚未孵化的鸡蛋宝宝。干燥枯叶的铺垫很是惊喜，用手试一下，看看窝内还是否残留有温度，这样可以判断出鸡妈妈大概是何时外出。熊哥并不打算将鸡蛋留下，3个的数量已足够自己吃上一顿，毕竟这也是物竞生存的一种体现。带上3个野鸡的鸡蛋，熊哥要找寻一个合适的地方来进行晚饭的制作。宽大岩石下的一块空地，这里之前应该有人曾在此停留，而自己也刚好可以利用。劈砍上用于生火的木桩将火堆升起，旁边刚刚生长出来的棕榈树刚好可以为自己提供出烹饪的工具。直接的拦腰砍断，没有破坏掉根系，它会在不久的以后重新的长出。质感硕大的树叶铺垫起来，刚好可以成为休憩的床榻。
取上树干的一节，从中间1分为2，去掉填充内在的树心，腾流而出的空间刚好够3个鸡蛋的盛放。最后在2头分别用藤条捆扎好，一个自制的荒野蒸蛋器就已完成，直接的放在火堆上烘烤。树干自带的水分通过加热可以彻底的将鸡蛋蒸熟，1个小时的等待，纯正的野鸡鸡蛋已经成熟，迫不及待的剥掉外壳，时间的掌控也是刚好。3个鸡蛋全部都是溏心的，这样的鲜嫩已足够消除1整天的饥饿感。等到吃完森林的天色却已经晚了，再次的返回会有较大的风险。熊哥决定今晚就将在此度过。初升的太阳照亮了整片天空，此时的熊哥已赶回了自己的居住地，修葺一下破损的水风车，就着清凉的山泉，用柴刀将胡子清理干净。个人卫生已经处理妥当，而吃饭的问题也该想想办法解决了。一个制作精良的弹弓，这也是自己携带的求生物品之一。找上几颗大小合适的石头，熊哥要重新的寻找一下自己的准头，这是他进行狩猎之前的准备。没错，今天的他就要利用这弹弓来狩猎丛林中的飞鸟。一条类似于变色龙的小家伙快速的从眼前经过，不过也幸好他跑得够快，否则熊哥很可能会改变主意，让其变成自己的盘中之餐。小心翼翼的搜寻，即使现在是白天，但是依然会有部分的灵鸟在枝头休息。熊哥就找到了一只，慢慢的接近，快速的射击，一只小鸟已经应声从枝头掉落，仅仅只是一击，看来熊哥的弹弓技术已真至化境。不远处又发现了第2只，依然是帅气的拉长皮条，嗖的一声又是第2只的灵鸟，漂亮的羽毛，体型也很不错。然而只是这2只却还不足以填饱自己的肚子，他还要继续的狩猎。凌厉的眼神，弯腰的小心接近，流畅的拉射动作，随着镜头的切换，一只体型更大的灵鸟已从枝头坠落。熊哥兴奋的赶紧上前查看，这只灵鸟的体型确实不错，漂亮的羽毛也很是柔软，看翅膀的造型很像是鸽子，然而尾巴和爪子却感觉又有些不同。有认识这是什么品种的老铁吗？可以帮忙告知一下。5只的数量已然足够，接下来就是要赶回自己的驻地，好好的烹饪一番了。为了展示出自己的狩猎成果，熊哥还特意的拉近了镜头，别看仅仅只有4、5只的数量，被抓住了缝纫机都要踩坏好几台。正式的烹饪开始了，快速的拔光羽毛，升起火堆，半个多小时的准备，精致的烤串已经滋滋冒油，香味飘散。宁吃飞禽4两，不吃走兽半斤，这句俗语就足以表现出这些小家伙的鲜嫩。当然熊哥也是一点都没浪费，无论是鸟头还是翅膀，全部都是啃食的干干净净。吃完后再来个惬意的午休，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。你的弹弓有熊哥射得准吗？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熊哥的野外生存之旅究竟会如何呢？我们就一起见证吧。